我又出现在了电梯里，看着旁边熟悉的场景，我竟然真的陷入了一场诡异的循环里。现在有一点可以确定，这个电梯马上就会出事，所以我必须赶紧离开。电梯再一次停在10层的时候，我逃命似的从里面跑了出来，而这时另一个人正要往里走，黑色棉服、高高瘦瘦的男人。我脑子里闪过上一次电梯失事时他跟我一起往下坠的画面，心里有些不忍，下意识地拉住了他。大哥，你等会儿。他皱了皱眉，半天才疑惑地开口：怎么了？我不知道怎么解释，也没法说刚才看到他死了，所以我只能硬着头皮劝你能不能先别上电梯。为什么？我看着他明显不信任的神情，绞尽脑汁地想着该如何解释。这电梯我听人说不太安全，最好别坐，之前还有人困在里面过，要不你等旁边那趟。另一趟电梯显示在13层，马上就到。大哥将信将疑点了下头。我陪着笑脸，眼看他上了另一趟电梯，这才松了口气，伸手擦了擦额头的汗珠后，掏出兜里响了半天的电话。怎么才接电话？你等会儿买点鸡翅回来，今天吃可乐鸡翅。妈妈熟悉的声音在楼道内响起，我心里五味杂陈，长舒了一口气。妈，你肯定不信，刚刚发生了件特别奇怪的事情。我尽量平稳地边和妈妈说着话，边往楼梯间里走。反正电梯是不敢坐了，只能爬楼梯回家。累是累点，但总比没命强。怎么了？丫头，我妈问我。电话那头传出细微的切菜声，熟悉的声音带来不少真实感。我原本紧绷的神经也松了下来，反正我差点回不了家。话音刚落，楼梯间外忽然传来一道巨响，我心里一颤，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下一刻，我头晕目眩地砸向地面。电话里妈妈焦急的声音传来，可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快递、电梯、眼睛上的雾气，没错，又他妈回来了。怎么回事？我不是从电梯里出去了吗？我把快递盒扔在地上，掏出手机看时间，因为呼吸急促，眼镜上的雾气越来越多，让人加倍烦躁。我索性摘了围巾，反正马上就要死了，冷不冷又有什么关系？现在看来，坐不坐电梯并不是脱离循环的关键。我颓废地站在原地，看着电梯上跳动的数字，忽然想到一件事，除了第一次踩空跌落电梯井时我没看到时间，第二次电梯下坠，第三次在楼道里晕倒的时间都是21点整，所以这个时间才是真正的问题吗？抱着尝试的心态，我颤抖着手按亮了所有能按的楼层，电梯缓缓地打开，是4楼。我把快递盒卡在了电梯门的边缘，紧紧靠在了电梯对面的墙上。我必须要验证一下自己的猜测，捏紧了手机。20点57分，妈妈再次打来了电话。我狠了狠心把电话挂断，继续盯着时间。58、59，我的手心渗出了冷汗，但我依旧不敢眨眼，只是死死盯着屏幕。时间跳到21点整的那一瞬间，我连呼吸都停了，但什么都没发生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我依旧好端端地站在电梯前，没有失重感，也没再回到电梯里。我这才松了口气，看来并不是时间问题。我盯着敞开的电梯门发呆。既然确定了循环的关键不是时间，那现在又该怎么做？我拧着眉心，回忆前几次循环的过程，很快回想起每一次失去意识或者死亡，其实都会伴随着一件事，那就是电梯的坠落。哪怕我不在电梯里，也会先听到一声巨响，之后才失去意识。所以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应该是，电梯为什么会忽然坠落？我要怎么阻止它？我正想得入神，身侧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，由远及近，渐渐清晰，应该是4楼的住户。他看到了挡着电梯的快递盒之后，皱着眉头看向我。这是……我定了定神，站直了身子，犹豫着开口：对不起呀，这电梯坏了，能不能麻烦您等旁边那趟？你是物业的？我看不像啊。不是，我就是住户，刚才发现电梯有问题，所以提醒你一下。电梯故障？什么故障？哪层？报修了吗？男人的追问一个跟着一个，我有点懵，咬牙琢磨怎么圆谎。那男人并不相信我。不好意思，我赶时间。他冷漠地绕过我，把卡在电梯门上的快递盒踢出来，按下楼层。我心里发沉，总觉得放任他坐这趟电梯的话，恐怕还会出问题。不过那个男人的话也提醒了我，电梯有问题是事实，但他在什么地方、什么原因出事，却还是未知。要想阻止电梯坠落，恐怕最先要弄清楚的就是这些。想到这，我硬着头皮伸手拦住了即将闭合的电梯门，之后也跟着走了进去。那个男人见状，面色不好的冷哼一声，我低着头，全当自己没听见。电梯顺利下到1楼，没有坠落声，也没有眩晕感。男人在经过我身边时，又瞥了我一眼，我看懂了他眼中嘲讽的意思，但我根本没时间理他，大脑飞速运转，思考为什么这次循环会持续如此长时间。电梯门再次打开，一个穿着白色外套的女孩出现在我的视线中，她的手上拎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。看到电梯中有人，似乎愣怔了一下，她犹豫着走了进来，
视线却频频看向我，随后才慢悠悠按下了24层的电梯。我没说话，依旧低沉着头。我需要一直待在电梯里，确认电梯坠落的原因。余光瞥到女孩，她紧紧抓着手机，双手环胸靠在电梯一侧，通过手机反光似乎一直持续观察我。我皱着眉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刚想开口说话，可就在这时，电梯从19楼显示到达了20楼。